好，今天呢，市场呢走的比较热，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个市场是不是凉了。今天《华尔街日报》给出的消息是因为就 stocks retreat after retail inflation data，然后呢，彭博社给出的是这个大家对于slow down 的这么一个担心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美股也就是 equity 的角度来说，从板块包括市场情绪，我们该如何应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美债我在前两天发了一个咱们的这个社区帖，讲到了美债对于今年配置上的一个优势，我们来稍微再多说两句。好，我们这里呢来说一下这个标普尔。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已经跟大家更新过那么在 Discord 里面更新过这些，就是在市场上，我们如果是一个多头，那么当下位置在周末视频也讲了，就是属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行情，因为这个位置上既是趋势线，又是一个200日的一个年线而且呢，大家看这个上涨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犀利那么这个位置上它形成阻力是大概率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周末也分享了3个观察，不管是金融板块的反脆弱行情，还是这个半导体这种比较强势的这个表现，那么其实它都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市场的情绪至少在这个上周还没有完全退潮。那么在今天的周三过了这个一个交易日以后，那今天是明确的退潮了，昨天是明显的减弱，那么今天就是基本上就是退潮。那么我们说的资金情绪退潮，就是指当市场走出了机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日内一回调有没有资金愿意去承接，有没有更多的资金进场追高，或者说有没有特别多的做空的资金在上面疯狂的做空，把这个自己的仓位暴露给你，这时候你在疯狂做多，可以赚一把大的去排他们这些空。那么明显看到这些力度都是不够的。我们从多个地方可以看到当下市场其实是情绪是非常乐观的除了我们说市场深度比较乐观以外现在出现了什么呢？就很多对垃圾股的这种切换，也至于市场上指数还横在那里，但实质上大量的动能股和大量的垃圾股在支撑这个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多板块的这种分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情绪，给大家分享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这是这个上周的了，那这周的数据，也就是说马上出来的，它是截止到就是昨天，那么这个数据应该还是会增加，它就指的是这个经理人基金的经理人普遍的仓位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一个在熊市中已经回到一个偏高的这个状态了他们是相对来说开始变得非常乐观的这么一拨人那么我们在非常悲观的地方是会发出这个上涨。那么今天这个位置上呢，就是一个正好是到了这个趋势线和200日线加上这个位置的阻力，所以对于我们大盘来说，这个位置上你有很多的理由去看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是标普的这么一个走势。好，那我们再回来看 NDX， 也就是纳斯达克100，在纳斯达克100我们换成这个 QQ 好了，也是一个趋势线。那么这里面大家看到，在这里面我们既有趋势线又有均线紫色带的这么压制。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观察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时间盘整所产生的这个交易区间，这个交易区间所产生的这种套牢盘，那么在这个上攻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它的一个压力，加上所谓趋势线的压力。比如说技术分析趋势线是不是我们的交易者或者市场就看着这根线来操作呢？还真是，就是很多的机构或者说它的一些短线资金，它会在这里操作。那很多长线资金，如果行情比较好，他们就是不断的往里买，他就做定投或者是做价值投资的，他不会说这种线来去判断，它是以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和宏观的一个大的这个政策面来判断。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很多看技术面的，或者说看整个筹码面的，大部分来讲都是短期这种资金，而短期资金在这个位置没有买入，或者说很多策略在这个地方就是多空的平衡一旦发生打破，那么这个位置上相当于是很多的购买的资金是不足的。那么
很多看空的啊，包括你去买 put 也好啊，还有很多看空的这个资金也会进行一个下杀。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我们另外的一个理由。那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是周三啊，周五的时候它是一个四巫日。那么这个周五的四巫日呢，它会出现一个锁这个大量期权的这么一个需求。而周五的话，就是1月20号，它所要过期的衍生品达到了将近3个 trillion，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么意味着你向上拉动的这个阻力也会非常大，因为这个 market maker 它要把这个价格往它最大的一个，咱们说叫 max pain， 就是最大的可以获得一个平衡的区间去拉。那么周五的话，衍生品过期，那必然我们也看到啊，市场上有向下，因为衍生品的平均值大约在3920左右，这是指的 SPX， 那么它会有向下的这么一个吸引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影响下，那么市场上购买自然会不足，那么自然会出现啊，一旦我们说情绪和炒作的这个资金退潮，它自然就会下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当下看到的一个位置。那么后面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很多朋友会问啊，那么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后面是不是要大举做空，或者说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去判断未来的点位？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再跟大家仔细的再讲一讲。好，那么这个地方下跌既然不意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板块的一个强度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位置上，我们来换。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把这个小尾巴弄成5天的。那么整个可以看5个交易日，有保守三兄弟这个位置上是非常明确的走弱了。那么随着保守三兄弟，我们说是 XLV、XLU 和 XLP。大盘最保守的这些板块，然后呢就是 XLI 和 XLE。 那么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叫做降息，或者说是经济偏软，或者说是资金从保守板块离开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我们说相对来说半导体，这是我们说过，半导体的这个资金是明显有资金在进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市场上其实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盘的下跌在这一轮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大盘可能比较弱，但是个股可能会有不错的行情。为什么？因为个股的情绪，我们平常很少去做这些偏弱的板块，我们往往资金愿意在这个 XLK 啊、房啊或者 SMH、XLY 里面，那么会显得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些阿尔法，或就是我们的选股会有的这么一个行情。我们在上周和上周的时候，其实这个操作过程中是感受到了，就整个大盘其实波澜不惊的情况下，但我们整个的这个操作上、选股上，不管是从第一波中概开始做，到动能股，然后再到垃圾股，到小盘股，再到垃圾股，那么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之后，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都可以做的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那整个保守板块是偏弱。那么4大指数里面最受保守板块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就是道琼啊。道琼的话，一直我都没有觉得不认为道琼是一个非常好开空啊，或者说作为偏空啊，拿最强的板块做偏空的这么一个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不错的机会。那么怎么看呢？我们从操作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波非常凌厉的向上，而且这修正了，它这里出了是一个新高。那么我们这里一个下跌之后呢，这里出现一个反弹。那么今天这个确认了这个反弹是失败的，或者说这个反弹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确认这里是一个什么呢？这里是一个第二类的一个卖点，也就是它是一个次高啊，这是一个次高。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如果这个位置上我要是去对它进行一个空头的布置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位置上，也就是一个均线上的一个这个控制，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就是道琼是336.87，那我们换成期货来看一下，那么 YM 的期货那么 YM 的期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就是33784的这个位置上。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去操作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比如说我们看能源今天是跌的，对吧？能源是跌的。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说高盛的研报高盛的财报比较差，那么高盛这个位置上也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这个次高。那么其实我们就不用去盯个股了做空一般来说盯个股其实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直接在指数上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
性价比比较高的位置。那么目标位该如何去看呢？目标位的话，我们先看，首先我们看这个道琼斯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最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是次高，而且它在这个位置上，这是一个区间，它已经粘到这个区间里面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弱的位置。它在这儿横盘，主要稍微涨一涨或盘一盘，就很有可能再向下。因为如果它再向下的话，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横盘是很少的，而这个地方的横盘会成为一个套牢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地方一旦跌破了以后，大家看一直就在这个地方，它中间是真空的。中间是个真空的，那么这里就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大约有30块钱左右。那么我如果再选择这里跌破了去买入，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易计划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虽然我没有卖在最高我再说一遍，如果朋友想卖的话，你很可能想卖的这个高点，但实质上呢，这个区间如果一旦贯破，这个区间一旦贯破，你所面对的就是说确认以后再向下。那么你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大约2到3块钱的一个止损，你可以看到将近是这个位置上，大约这个位置上有将近30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1:10的一个计划，假设你不可能做到完全吃满10，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那么你的胜率大约有20%到30%，那么这个交易就比较难亏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市场上来说，保守板块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肉是相对比较多的。相反，我们再来看这个纳斯达克100这个位置上，你如果要想跌破，它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来说，或者说它向下的这个空间是在这个成交密集区和这个成交密集区都会对它形成支撑和影响。也就是你在做空纳斯达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位置上向下，它的肉这14块钱，咱们说从278或277好到236，你的这14块钱的肉其实吃起来是比道琼那个30块钱要低的是要困难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位置上其实它是有一些筹码在这里面是进行交易的而且我们说它的位置也是比较低。因为注意指数和个股不一样，个股我们称之为马太效应，就是越强的股票反而涨得会越多，而且涨了之后涨得也会越多。而比较弱的股票，它一般都是跟着那些涨的走，它会变成是叫什么先跌后涨，或者是什么后涨先跌，这叫弱势。而板块或者说是指数往往容易形成同步，就你没有说看到比如纳斯达克涨非常多，而道琼就腾在那不动，它总会出现这种指数上的一个轮动。那么整个我们从这个分析上来看，就是从损益比的角度来说，就可以看到纳斯达克这个位置上的肉其实是没有道琼容易吃。那么如果你再退一步的说，我就是做标普就可以了，那其实也省心不用想那么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那么标普这里有一个小的区间，它这个区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而且我们说这里如果一旦确认是下跌，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告诉大家，这里不断的仍然是在创什么呢？一步一步的创新的次高就是我们不断的发现在新的次高，因为你看这是一个新低，这也是新低，这个是次低。我们会说要怎么判断才能判断出整个趋势的改变呢？就是除了出现次低以外，还要出现一个什么呢？新高，就是打破它的这个次高，对吧？要不然我们又是次高，不断的当你出现次高又出现次低的情况下，它这叫收敛它就不是说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趋势的出来，因为很可惜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对牛市的一个反转，而是还是形成这个一个熊市反弹。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到马上来到13日线，同时这个地方有着一个套牢的区间，同时也是这个区间，也是这里。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如果是一个跌破的话，那么就要探这个低点3600，甚至于更低3600或者是更低。那么这是仅仅从技术分析上我们进行一个讨论。那么基本面分析上呢，我还可以跟大家再多说几句。好，我们说到基本面之前，先来说一下资金面。这在1月13号的更新我跟大家讲，就是 hedge fund 的 cover 他们 short， 就是 hedge fund 很多他们叫 long short strategy， 就是一边多一边空做配对交易。那么他们之前的配对主要是空那些动能科技股，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他们的大量的这个空仓进行一个什么卖出。同时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什么呢？
他们在买中概，哦天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叫做是市场中的傻钱。我们在这2天其实都看到，就是市场中的傻钱在疯狂的买入这些本就应该卖出的板块。好了，那我们看过来之后呢，今天 Sentiment Trader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他这里也给出了，就是说叫 Dump Money 啊 ，Confident Breakout to New High。那么市场上发现了，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傻钱 Dump Money， 它的一个这个突破，或者说这个它市场上的一个咱们说的信心 confidence 是远远超过了smart money。所以说呢，整体上我们再配合这些上来看，就是市场上资金的退潮，也就是说聪明钱开始从保守板块退出，那么傻钱呢，很多傻钱呢这时候还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然后去接这个棒。那我们为什么很多说这个对冲基金是傻钱呢？因为很多对冲基金他们数量一多了，是说很多的表现已经是非常散户化了，或者说走势的容易做这种追涨杀跌，或者说策略会容易追涨杀跌，专门去追一个滞后的这么一些信息。那么这可以看到的话，它整体上我们会说明资金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退潮，而且是傻钱在上面在接盘。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我们后面有什么风险呢？主要现在市场上是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是不是进入一个衰退。那么这个衰退要根据什么来评估呢？就是我们马上要出现的财报季那么这个财报季我们来看财报季马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板块开启了这第一枪，就是闷的非常的一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明天的话会有非常不错的明天会有不错的，就是奈飞会给出我们整个后续走势如何。同时明天还有宝洁，如果宝洁给出的是消费端，尤其是咱们基本的消费品这个消费端，是不是它能维持比较高的这个营业率，那么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奈飞也是值得我们明天去关注的，它是科技股的这个第一枪。所以呢后面的话陆续的财报季出来的话，其实它是不是 beat是还是什么这个 revenue 怎么样是吧 profit 怎么样这些对于我们整个来判断来说其实是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给出的一个展望，也就是说对于后面它的展望是好还是不好。那以现在市场情绪来说出现明天出这个财报或者奈飞，那么整体上就是会偏弱，除非它的财报或者说它给的展望是极其强劲的。好，那我们再换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讲到这个国债我们在这个好，那我们说一下美债因为我们这里有几个期待。第一个呢是我们几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大家是对经济的期待。那么经济如果现在不行的话，大家会期待于如果经济会更加不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期待于利息会降低。由于我们期待利息会降低，那么它就会对利多什么呢？利多我们的这种20年到30年的这种长债。因为如果你期待利息是要降低的话，那么你作为一个债券的经理，你应该是什么呢？卖出短期的这个债券，而买入长期的这种国债。因为会怎么会减少你的或者说增加收益减少波动，那么这是一个债券的一个投资组合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主要的逻辑，为什么我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投资美债可能是个不错的逻辑，而有很多朋友留言就说那是不是一定是看空美股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他们之间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逻辑，其实不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你只有一盆水，那么当然了，只有一盆饭，那么分给我吃你就没有了。而实际上很多时候有场外的别人在给你饭，或从场外中场内的钱再拿走，它其实是受到整体因素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在资金退潮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整个这段时间美债和美股是同时跌的，因为它是个资金退潮。那么在衰退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资金在退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衰退之后我们很可能要降息，而我们假设资金就算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呢也会把这个什么会投美债，或者说美债的这个表现就会比什么美股要强，因为美股它受到的是我们整个一会儿刚才说过的盈利对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我们再反过头来说，如果我们说是一个硬着陆，市场上是一个硬着陆不是个软着陆，我们说的硬着陆的情况下，那美债肯定是强。
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那如果软着陆的情况下，那么美股上也不会弱，那么美债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软着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整个的通货膨胀 inflation 它的预期下来了之后，其实对债券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我们整个经济是非常不错的，也需要整个债券市场也可以买起来了。所以我们整体上来看，就是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对于美债来看，那么它是一个如果衰退我会更好，如果不衰退我也不差到哪儿去的这么一个选择。而选择美股的话，你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承担更多的这么一个波动。那么所以对比而言，就说美债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太差，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周期所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